沙特阿拉伯刚取消石油产品与美元挂钩的协议，欧洲内部就爆发了针对 G7 集团的大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在南美洲也做出了一番大动作，这一切都让美国的拜登政府感到坐卧不安。也许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在加速美国霸权体系的瓦解，新时代的曙光正在逐步照亮这个世界。那么，当下所发生的一切究竟会给美国的霸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呢？未来的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呢？6月15号，多家外国媒体爆出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决定不再与美国续签石油美元协议。这一协议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维持了50多年。沙特阿拉伯的这一决定瞬间就在各国媒体之间引发了爆炸性的舆论。曾几何时，与沙特之间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是美国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保障之一。有了这份协议，美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美元兑换石油。但如今，沙特阿拉伯突然中断了石油美元协议，这一做法显然会让拜登政府感到措手不及。在事情发生之后，沙特的官员也在媒体的镜头前做出了回应。沙特政府官员向外界表示，沙特政府之所以决定中断与美国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是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量，因为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沙特的石油应该与更多货币维持关系。这些货币不仅包括美元，也包括人民币、卢布和欧元。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未来应该让更多的国家和政治实体参与到有关石油贸易的竞争当中来。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沙特中断石油美元协议的这一举动并不会在短期之内给美元霸权造成沉重的打击，沙特本国也不会立即抛弃美元外汇，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一定会动摇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一直以来，美元霸权都是美国对付其他国家的有力工具。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曾经将俄罗斯彻底踢出了美元支付体系，俄罗斯的外贸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再比如，美国通过让美联储加息的方式，疯狂地从全世界收割财富，此举使得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主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下降，就连一向以经济稳定著称的中国也受到了冲击。多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用美元霸权来收割全世界，但每当美国用美元霸权打压他国时，美国的政客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这么做迟早有一天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沙特阿拉伯中断石油美元协议，毫无疑问是打响了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元霸权的第一枪。在经济上吃瘪之后，美国又紧接着在欧洲遭遇了政治上的危机。6月15号，2024年度的 G7 集团领导人峰会刚刚在意大利落下了帷幕。但就在 G7 集团领导人聚集在意大利开会时，大量的欧洲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了他们内心对 G7 集团的不满。6月14号，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数万民众走上街头，高举横幅，并喊起了反对 G7 集团的口号。这一幕让身处现场的记者感到无比动容。随着媒体的报道，意大利民众抗议的画面立即传遍了全世界。众所周知，虽然每次 G7 集团峰会召开的地点不同，但这一系列峰会的主导者始终都是美国，其他国家只不过是美国的附庸和传声筒。不到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违背美国的意愿，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那些抗议地区集团的民众表面上是在抗议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抗议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这表明美国的行为已经在意大利内部引起了民众的公愤，人们根本不欢迎拜登到意大利参加活动。有记者对在现场参加抗议的意大利民众进行了采访，记者很快就发现，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自己的观点，这些抗议的意大利民众还特意用意大利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书写了横幅。为了让他们的抗议内容看起来更具体，有一些意大利民众干脆将加沙儿童遭到屠杀的画面制作成了巨幅海报，并在游行的过程中高高举起。很显然，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行动告诉世人，美国是屠杀加沙儿童的主要刽子手之一。没有美国和其他 G7 集团成员国的支持，以色列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屠戮当地的百姓。有一位抗议者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愤怒地表示，他们正在豪华酒店里享受着饕餮盛宴，但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此时此刻世界上正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错误在受苦受难。在这次集会的现场，记者还见到了集会的组织者意大利人迪尼科拉·雷纳托。雷纳托直言不讳地表示，他认为 G7 集团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事实上， G7 集团从来就不是和平的守护者，而是战争的制造者。近几年来，他们制造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如今又企图在外交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继续搅乱中国周边的各种安全局势。
就在6月14号的下午，有一些意大利抗议者更是举出了一副令人惊讶的标语：“你们只有7个，而我们有80亿人。”这副标语毫无疑问是将 G7 集团当做了全人类的公敌，此举很快就得到了媒体的大篇幅报道。虽然这些举动对美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分歧也不能证明欧洲民众对于 G7 集团的真实态度。如今的美国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依附于美国存在的 G7 集团也必将会随着美国的逐渐衰落而销声匿迹。一旦 G7 集团迅速衰落，美国对西欧各国的影响力就会大大下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在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接连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在南美洲的一番大动作又成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有些美国媒体人甚至直接将中国的这些动作当成了赤裸裸的威胁。最近有多家外国媒体爆出消息称，中国工程集团已经承包了南美洲国家秘鲁前凯港的建设改造工作，这项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完工。前凯港是秘鲁境内一个极其重要的天然深水港。前凯港建设完成之后，中国与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港口进行转运，双方的贸易效率将大大提高。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人士在6月13号不无担忧地表示，一旦中国成功地帮秘鲁建设了前凯港，这个港口就将成为南美洲通向亚洲的门户。而且，虽然中国目前只是以经济开发的名义参与前凯港的建设，但不能排除未来中国将前凯港打造成军港的可能性。如果未来这个港口真的被打造成了军事港口，那么美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就可想而知了。秘鲁是东太平洋沿岸的重要国家，如果解放军获得了在前凯港驻军的权利，一旦中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解放军随时都可以从秘鲁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军事目标。这个结果是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不能承受的，因为即便是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本土都没有遭到敌人大规模的攻击。但中国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将美国本土也纳入了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美国智库机构美洲理事会的研究人员更是评论称，中国在秘鲁修建深水港的举动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秘鲁成功建设深水港，就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制定外交政策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纰漏。正是因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留下了外交空白，才给了中国可乘之机。